收看我在多伦多看哪吒逛吃的一天。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杜比。前几天的多伦多几乎被冰雪覆盖了，可是哪吒来了，怎么能不去电影院迎接呢？真的超级好看，集笑点、泪点、燃点于一身，后劲太大了，完全能 get 到2刷、3刷、4刷的意义。看完电影就来到了附近的皇后明州吃晚餐，超级多人在排队，等了足足半个小时。点了招牌的烧味双拼，我最爱的就是烧鸭拼叉烧。今天的烧鸭部分给了我们一个鸭腿，叉烧的焦边也太诱人了，甜滋滋带酱油香的配菜黄豆也是我喜欢他家烧腊的一个原因。今天的叉烧偏瘦了一点，不过不柴也不塞牙，非常入味。说话间椒盐鲜油也来了。先继续吃烧腊，烧鸭皮下脂肪很少，用五香粉腌制，是咸鲜口的，蘸点酸梅酱，解腻开胃。但是吃到后面才发现，除了一个鸭腿，其他都是用骨头很多的边边角角来糊弄的，而且都没烤到位，是我吃过这么多次皇后明州以来最敷衍的一次了。椒盐鲜油，每一块都很厚实，裹了薄薄一层粉，炸得很酥脆轻盈，一点也不油腻。只不过调味粉撒的不是特别均匀，有几块外面很咸，有几块一点粉都没有，里面也基本没味道。我还蘸了烧腊的汤汁，这道菜口感是不错的，调味还需要提升。看这块鱿鱼是不是很像哈利波特的分院帽？Better be Gryffindor。沙爹牛柳炒肠粉，因为是现点现做的，所以等了一段时间才来。炒得非常有鑊气，一上来热辣辣的香味就非常霸气地侵占了整张桌子。不仅盘子大，分量也确实很足。猪肠粉的外面带点焦脆，内里是雪白柔嫩的芯子，调味一吃就觉得非常熟悉，加了豆芽和韭黄，这不就是干炒牛河的味道吗？只不过把沙河粉换成了猪肠粉，确实是新奇的口感体验。牛肉片被换成了块状的西冷牛肉粒，肉质鲜嫩细腻，肉感十足。果然每次吃完中餐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菜系都不能比的，吃得超过瘾。吃完散散步消消食，发现2月13号刚刚开业的大统华就在这附近，那必须是要来嘎嘎诺芒了呀！好多人呀，才1楼就已经这么多人啦。1楼只有一个开放式小厨房和一个小小的用餐区，小厨房里有几位店员正在做煎饼果子，这煎饼果子竟然还是花形的，看着就好吃。原来菜单上只有2种，煎饼果子和饭团，生意太好了，这么多人在等。我们上楼去看看吧。上到2楼才是超市的区域，先是水果区，好多礼盒装的水果。这个金桔这么小，还好意思叫特大金桔呀！秦王葡萄这里也有，我之前买过这款超甜草莓，确实比这里一般草莓的香味更浓郁，而且空心比例不高。不过甜度嘛也就还好，和国内的大草莓更是不能比的了。还有越南来的龙眼，虽然运过来没那么新鲜了，不过还是挺甜的。山竹也有。水果区往里走就是蔬菜区。这次的冬瓜是怎么回事？都是边角料，难道中间的那段已经全被挑走啦？
的价格真的好便宜。还有我喜欢的贝贝南瓜。蔬菜区再往里就进入到肉区和海鲜区啦，各种火锅丸子，酱料都给你配好了。有皮皮虾哎！鲜活水产区非常小一块，没见到鱼类，海鲜的种类和其他分店差不多。肉的分类真是琳琅满目。一路往里走，会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喜茶棒冰，打完折16.88一盒。天啊，这么多种雪糕！日本产的雪糕感觉比其他分店多。蜡笔小新好可爱，4块钱一根。冷冻预制菜，买回家自己加热一下，很方便。各种汤料包，这个100%云吞我超爱，竟然在打折，赶紧多买几包。里面的虾很大颗，肉质非常紧实，每粒云吞里都有至少2-3颗大虾，吃起来很爽的，甚至比有些店里的还好吃。油墩子粢饭糕，是一包里2种都有吗？接着进入到美妆区，护肤护发的都有。这么大一桶麻辣烫，用我的手来比一下，真的超大一桶，好夸张啊！原来里面还是一小桶一小桶的啦。大统华竟然有自己的吉祥物，别看这家店占地面积不大，确实五脏俱全，其他分店有的这里都有。不过毕竟是新店，还是有一股新装修的味道在。康师傅我最喜欢的还是红烧牛肉面，太经典了。这画面也太震撼了吧！快走到出口了，就是各类面包、点心、熟食。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整颗带包装的费列罗放在蛋糕上啊？总觉得不太卫生。大统华的蛋糕选择很多，不过很大一部分用的是植物奶油，一定要仔细看配料表哦。估计快闭店了，有几个炒菜都空了。凉菜区非常满，应该已经把明天的备好了。排队去结账喽！15件以下可以走自助通道。自助和人工通道是分开排队的，一定要看好了再排哦。买完单是从直达电梯下楼的，出口和前面手扶梯入口是2个地方。新店开业，买满68送了个环保袋，满88送了10刀优惠券，但是优惠券要等新店优惠结束以后再买满88才能用，还只限时2周。大统华一直都这么狗逼叨叨的。出口就在煎饼果子左边那个门，再往左是车库，如果开车来就可以停这里。不过讲真的，如果开车还是推荐去北面那几家更大的分店，这家多少是有点逼仄的。好啦，这就是我在多伦多市中心看电影逛吃的一天，谢谢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加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